中国的哪样产品能够干翻全球？锂电池。Was there not a viable alternative? No, there wasn't. LFP technology is very well developed. The battery business is a global business. And no, there were no alternatives. 刚才那个说没有替代方案的是福特 CEO 吉姆·法利，他之所以看上去很着急，是因为缺少了中国的动力电池之后，他的车实在是卖不动了。2024年，福特汽车削减了其 F150 闪电的产量，这款车是大受欢迎的 F150 皮卡车的电动版本。为什么要减产呢？因为这款电动车的售价竟然比燃油版的还要高，自然就没有几个人会买账了。关键是这还不仅是福特一家的问题，美国电动车的平均售价大约为$55,000，也就是40万人民币，几乎让所有的消费者都望而却步。而他们之所以那么贵，就是因为生产电动车的成本当中有大约40%来自电池，而全球锂电池市场的霸主是我们中国的宁德时代，核心部件全靠进口，它能不贵吗？那么中国的锂电池是如何在全球市场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其实答案很简单，政府的支持和完整的供应链。早在20年前，咱们就已经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了。当时我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电动车则恰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同时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也亟待解决，于是政府便开始大力支持起电动汽车行业了。你还记得当年有多少存在的时间是以月计甚至是以天计的电动车品牌吗？因为制造电动车的公司每卖出一辆车就能够获得补贴嘛，还能够从政府获得廉价的土地租赁和低息贷款，自然鱼龙混杂，大家都是想进来捞一笔了。据估计从2009年到2022年，政府向电动汽车行业提供了大约2100亿人民币的补贴、科研经费和税收优惠。不仅如此，各地政府还率先将公交车和出租车电动化，为咱们的电动车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2014年第2届青奥会在南京举行，为了突出绿色奥运的主题以及吸引八方的贵宾，南京把之前所有的烧油的公交车全都换成了烧电的公交车了。当时真的很兴奋以前上了公交车是又吵又热，而坐上了新的电动公交车呢，是又安静又舒适。现在回过头去仔细想想，不得不佩服咱们的眼光真的是很有前瞻性哦。除了这些我们随随便便还能够想得出来的优惠有哪些？电动车充电的电费折扣、停车的优惠、特殊的道路通行政策等等，甚至还设计了相当显眼的绿牌，目的就是为了让电动车的身份更加的特别嘛。除了政府的支持以外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完整供应链的建设了。生产电动车电池的关键材料包括镍、钴、锰、石墨和锂盐。中国的公司通过收购全球矿产的股份，确保了这些关键矿物的供应。更重要的是，国内企业掌握了电池生产链的每一个环节，无论这些矿是在哪里被开采，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在我们中国进行精炼和加工的。不仅就使得我们在价格上具有优势，也使得我们的电池厂能够迅速创新，推出大量的新技术。比如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都开发了磷酸铁锂及 LFP 电池，这种电池不使用昂贵的镍和钴，成本更低。2023年宁德时代宣布推出一款全新的 LFP 电池，可以在充电10分钟内为汽车提供将近600公里的续航里程。比亚迪也开发了自己的 LFP 电池，成为刀片电池。这些创新使得我们的电池在性能和成本上都占据了优势。今天几乎所有的 LFP 电池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宁德时代已经在德国建立了电池工厂，并计划在匈牙利建立一个面向欧洲汽车市场的工厂。福特也终于在密西根州找到了宁德时代电池的新厂址尽管该项目引发了美国众议院的调查，但如果进展顺利，这将是美国首个 LFP 电池厂。确实是挺尴尬的美国的电池产业想要追上我们中国的步伐，还需要很长的时日。而在这段追不上的日子里面，美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要在全球市场中实现电动车转型，就不得不依赖中国的电池。这是你电脑上面的耳机插孔，这是飞机上的耳机插孔，这是普通的耳机插头，这是飞机上的耳机插头，看出区别来了吧？飞机上的耳机要用2根棍插进2个洞里面才行，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问了一下 GPT 他告诉我这3点原因。第一，历史原因。早期的飞机设计时 3.5 毫米接口标准还未发展到现在这种集左右声道和麦克风于一根插头上面的技术，因此那个时候飞机上面的耳机插孔都是左右声道分开的，需要2个 3.5 毫米插头分别实现左右声道同步发声。
你看这个头啊，左右两边都各只有2段，而不是标准头上的3段，所以每边负责一个声道 ，GPT 说的没毛病啊。第二点原因是音质考虑。飞机上面的耳机插孔采用的是平衡口，而不是现在常见的单个 3.5 毫米耳机口。平衡口可以分别输出左右2个声道的音频信号，相比起普通 3.5 毫米耳机接口，音质更加优越。这种设计减少了左右声道之间的干扰，有助于提升音质。第3点，它是个防丢设计。飞机上面的耳机通常由航空公司配发，因为不通用现有的耳机接口，所以你就不会有欲望带走飞机上面的耳机了。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乘客将耳机带走，减少损失。但 GPT 的答案是完整的吗？并不是，因为其实飞机上配发的耳机所带的插头是长这个样子的，虽然分成了2根，但每一根都被分成了3段。按理说是可以把左右声道放在1根上面的，那为什么它还要用2根呢？答案是为了降噪。左右2根最顶上的这一节分别用于左右2个扬声器，其中1根最根部的那一节是用于2个扬声器的接地，而左右2根中间的那一节分别用于左右2个耳机的麦克风。最后剩下来的那个根部则是麦克风的接地。等等，它为什么要有2个麦克风呢？因为麦克风就是用来主动降噪的。扬声器旁边的麦克风会随时监听周围的噪音，并实时创造出一个与之抵消的波形，将它混合到你正在听的音频当中。于是基于波的破坏性干涉，噪音就被干掉了。可我的降噪耳机插头上面并没有麦克风的接头啊，它不也是能降噪的吗？对的啊，这就是飞机上发的降噪耳机跟你买的降噪耳机的根本不同了。你的降噪耳机会在耳机内部直接处理麦克风采集到的噪音信号，而飞机上发的降噪耳机则会把采集到的噪音信号通过接线送到飞机上面的电脑里面处理。这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第一，造价便宜。你买的降噪耳机是不是挺贵的啊？当然了，它自带处理器哦。第二点好处还是防丢失。既然它拿下飞机就不能再降噪了，自然就减少了对某些人的吸引力了嘛，于是他们就更容易被留在原处。好了，下次坐飞机你知道该怎么跟旁边的人聊天了吧？要是你坐飞机的时候正好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的话，你大概率是会看到过发动机短舱上面的这个小片片。如果你的眼睛再尖一点的话，还有可能看到机翼上居然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片片。它们是干什么呢？它们是飞机用来以毒攻毒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解释给你听。湍流，你一定听说过啊，而且直觉告诉你它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确啊，湍流不光会造成飞机颠簸，严重的话还会让飞机失速，从而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算是第一个毒。那么这个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就要涉及到一点最基础的流体力学了，我尽量简单点来讲。首先啊，水是流体，蜂蜜是流体，空气也是流体，只是它们的粘性不同罢了。当流体流过一个物体表面时，它与物体之间就有了一个边界层。在这个边界层之内，越靠近物体表面的部分，由于跟物体粘得越紧，所以速度就被扯得越慢；而越远离物体表面的部分呢，则受到的影响越小，越能够保持原本的流速。流过机翼表面的空气也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边界层。理想情况下，它应该是紧贴着机翼表面的，从入口顺利的流到出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样的，因为这就可以让机翼的整个表面全都被空气所覆盖的，于是襟翼也就能够操纵流过它的空气来控制飞机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了。但现实却是这个边界层并不总是贴着机翼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会脱离机翼表面的，比如机翼和气流方向之间的夹角过大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两个选手来掰手腕， A 选手是边界层，他总是想要脱离机翼表面去享受自由的空气。B 选手呢是边界层上方的气流，他总是想要将边界层牢牢地压在下面，这样他就不用去做边界层了。一开始呢，当机翼跟气流的方向还比较平行的时候， B 选手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边界层还能够被压在机翼表面。但是随着机翼的倾角越来越大， A 选手反抗的力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直到迎来了一个临界点，他就呼的一下压到了 B， 飞走了。这种情况叫做边界层脱离，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脱离点，而造成的结果就是机翼表面的湍流了。请问是谁在给 A 选手提供反抗的力气呢？是伯努利他老爷子啊。
因为根据伯努利效应呢，流速越慢，压力越大。当机翼倾角越来越大时，贴近它的边界层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流速暂时越来越慢了，换来的就是更大的压力，对抗 B 选手的压力，直到把 B 给压垮。好了，那第二个毒是什么呢？是涡流。飞机在前进时，气流不光会纵向流过机翼的上下表面，还会横向从翼根流到翼梢，然后到了这儿，下方的高压气流就会绕个圈，跟上方的低压气流来一个胜利大会师，顺便把这个圈圈延续下去。这种绕圈圈的气流就叫做涡流了。其实它也是湍流的一种，但特征太过明显，就叫它涡流吧。翼梢上面的涡流会产生诱导阻力，像一双手一样在后面拽着飞机，使其飞得更慢，还烧油更多。你说算不算毒呢？要解这个毒啊，工程师们用上了翼尖小翼，就是那个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的上翘的飞机机翼尖端了。我之前做了一个相关的视频，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儿可以去看看哦。而要解第一个毒，工程师们则直接想到了第二个毒。既然湍流是边界层分离造成的，那想办法不让它分离不就好了吗？分离是因为边界层里面的空气全跑光光了，那我能不能在你一边跑的同时一边往里面补充呢？怎么补充？绕圈圈有如龙卷风一般的涡流不就很合适吗？利用它来把边界层外面的空气卷进来，补充里面的空气啊。于是一副副像这样缩小版的机翼被装到了机翼的上方、下方还有发动机上面，它们共同的名称叫做涡流发生器，基本上都是成对出现的，并且与气流的方向有一定的夹角，以便产生足够充分的涡流来对抗湍流，从而减少飞机的失速可能，提高飞机的操纵性能。来看看效果啊，这是经过波音777发动机短舱上面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这是经过波音767机翼上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多么服帖，多么服气！对了，你说汽车不也是会面临这样高速流动的气流吗？咱们也能用这玩意儿把它整得服服帖帖吗？可以啊，不光 F1 已经用上了，一些高性能的跑车和轿车上也都用上了，甚至连卡车都要来跟风了。用上涡流发生器后，剩下的那部分油钱还真是香啊！所以我该如何利用这么一对涡流发生器呢？把它们装到头顶上，然后下次社区办运动会的时候勇夺短跑第一吗？还是干脆你来帮我出出主意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记得留言来告诉我你的好点子哦。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换到民航客机上呢，就完全别指望了。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咱们今天呢先看两个飞回来的例子，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第一个例子啊，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二战期间，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 P-47雷霆战斗机。叫它空中坦克呢，一点也不过分啊，因为它装配了8挺 12.7毫米的机枪，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舌。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几乎相当于 B-17轰炸机一半的载弹量了。于是总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成为二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呢，他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普惠 R2800 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所以他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啊，它的确是只恐龙，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形如雷鸣，弓如电击，皮厚力大，弹足炮出，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岂不很亏啊？所以当天啊，驾驶他的巴西第1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呢，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重型坦克虎式。战斗开始啊，12架 P-47呢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帮他们防守空中的是另一款二战明星机种喷火。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啊，因为 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再加上他呢技高人胆大，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准确率相当可观啊。第一次俯冲，他用1000磅的炸弹送2辆虎式回了老家。第2次俯冲，他又用火箭弹灭了第3辆虎式。到了第3次俯冲，他发现啊，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这不是白送给他的军功章吗？于是就冲了过去，准备用剩下的8挺机枪打出新的战绩。不过呢，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不是摆设啊。在他第1次俯冲的时候呢 ，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洗礼过了，受到了一些损伤，丢掉了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还不够严重，所以
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虽然他的确感到，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但是扔完炸弹不就该是这样吗？而等到他第二次俯冲完毕啊，受损的机翼和机身又被气流刮去了一部分，变得更轻了，所以第三次的俯冲速度已经快到要守不住了。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他根本就来不及避让，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他的 P-47右翼几乎被完整的削去了一半。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迅速升入了高空。按他的话来说啊，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升力下降和阻力上升呢，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大18缸引擎的全速轰鸣，足以抵消一个人的恐惧啊！他开始熟练的掉头，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虽然在降落的时候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了，堪称奇迹啊！不过嘛，跟我马上要讲的第二架飞机比起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F-15，而且被接去的机翼呢，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1950到1960年代冷战之中的苏联呢，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尤其是战斗机。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本身就比美国当时的主力 F-4幻影厉害了不少。当全新的米格25被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了。五角大楼的分析师认为啊，这架拥有大翼面、双引擎的战斗机呢，完全可以轻松的碾压美国。尤其是1971年的3月，当以色列的雷达操作员在他的屏幕上发现了一架速度超过3.2马赫、高度超过了任何一架 F-4上升极限的苏联战斗机时，这种恐惧的气氛呢，到达了顶点。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架能够与之 PK 的战斗机。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 F-15了。装着2台带加力燃烧室的普惠 F100PW220 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极速，并且呢，这2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啊，强大到它们所提供的推力比 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加起来还要更大。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啊，假如把 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升力啥的，有更好，没有那也行啊。于是正因如此呢，在1983年5月1日那天，2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 F-15开回了基地。连生产商麦道看了照片都直呼不可思议啊！翻译过来就是，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啊。当天，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正在进行一次模拟训练，2架 F-15D 起飞去拦截4架扮演成想要攻击己方机场的 A4 攻击机。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意外发生了，一架 A4 直接撞上了它正下方的 F-15，当场闪架。而 F-15呢，稍微幸运一些啊，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没有闪架，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混乱当中，2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这个时候啊，前排飞行员内迪维凭着本能做了一件完全跟手册上相悖的操作，打开了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瞬间，2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猛增到惊人的23770磅，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重新把头抬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只见一堵有燃料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嘛，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好在啊，飞机还能开，他们意识到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啊，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这简直太矛盾了嘛。幸好 F-15上面的飞行电脑相当给力，再加上这2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1倍的速度安全着陆了。直到离开座舱的那一刻，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以上就是丢了一半机翼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当然是不行的了。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2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1了。所谓大力飞砖，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所以它要飞起来只能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才行啊。
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关键点，升力。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因为它也是要产生升力的，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也还有机身的升力在那儿挺着，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抱歉啊，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就当不了升力体，也就无法提供升力了。一旦唯一指望的机翼都没了，那还有啥希望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一架客机在空中坏了，能够到舱外进行维修吗？我小时候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我看了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一架图154机舱的顶部破了一个洞，然后机组人员就直接裹上大棉被，从垂直尾翼下面的引擎进气口里面爬了出去，里应外合的就把这个破洞给补上了。那个刺激啊，你光是想想就已经够了，有没有特效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还在80年代，而那个时候拍出这部电影的俄罗斯不对，应该是前苏联，还没有被我们称之为战斗民族，却已经在用这样的电影展示出他们藐视一切的战斗精神了。科学算什么？科学怎么能阻挡我爬出机舱拯救我的同志们呢？关键还是从引擎的进气口里面爬出去的。你仔细品一品啊，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我还对它恋恋不忘。这实在是一个脑洞之作的稀缺品啊！那好，既然飞在空中，想要爬到进气口里面去，给人感觉只会存在于漫威的宇宙当中。那趴在飞机上的其他地方，比方说机翼或者是机身上，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你还别说啊，真有人这么干过。碟中谍5有没有看过？阿汤哥一上来就秀了一段扒飞机的特技，在一架空客 A400M 大型运输机的伞架门上趴了足足有几分钟，看得我又重新找回了小时候那种窒息又兴奋的观影的感觉。都知道阿汤哥不玩假的，那这种徒手爬飞机也是可以真的做到咯。虽然我们在片花里面可以看到他身上绑着的绳子，但那有可能只是为了保险起见，要是真的把绳子给去掉，抛开恐惧不谈，光凭双手能把人固定在那儿吗？或者换句话说，要是挂在那架飞机上的人不是阿汤哥，而是你的话，有没有可能真的 hold 得住呢？既然想到了这儿，我就实在是拦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心一试了。首先是要找到一架飞机，对，就是那架跟阿汤哥一模一样的空客 A400M 了。于是我打开了浏览器。对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纸上模拟一下勾勾引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去找死呢？何况找你也找不到。好了，言归正传啊，要想知道你能不能徒手抓住那道伞降门，我们需要调查并计算这样几个关键的数据：一是空客 A400M 的起飞速度是多少，这样就能够算出它所带来的风压大小是多少了。二是你的迎风面积是多少，这样的话就能算出风施加在你身上具体的力有多少了。三是你的双手握力有多少，很显然，如果你的握力大于风给你的推力的话，你就能够撑上一段时间；如果你的握力小于风给你的推力，那不就当场 KO 了吗？于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到 A400M 的最小飞行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远比它巡航速度781公里每小时小多了。为了尽量的准确呢，我又翻了很多阿汤哥当时在拍摄那段场景时的资料，结果看到了一个比上面还要更慢的速度，130英里每小时，也就是210公里每小时。用航空通用的单位来说，大约就是113节。这个速度啊，如果你稍微了解航空一点，就应该感到相当的吃惊了，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对于固定翼飞行器来说，飞得慢比飞得快更难，因为飞机的升力来自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压力差来自于气流速度，速度小了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在不装载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呢 ，A400M 的自重就已经超过了76吨，而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更是可以高达141吨。大型运输机的最小速度越小呢，说明它越灵活，越能够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飞，越能够完成精确的空投和给直升机编队加油这些任务。所以看出来了吗？这其实是空客的广告植入而已。好了，不管那么多，假如你也能够享受到像阿汤哥这样由全机组使出浑身解数所带来的超低速飞行的话，你所面临的风压是多少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通用公式来估算一下，也就是风压等于速度平方除以1600。假设现在本来是无风的状态，那么飞机飞多快呢？迎面而来的风速就有多快。210公里每小时等于58米每秒，于是风压算出来就是2.1，后面的单位是千牛每平米，再换算
算一下就是210公斤每平米。好，知道了这个时候每平米的风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来具体的算算落在你身上所产生出来的推力有多少了。那就是把风压乘以受力面积。假设你已经被大风吹来像阿汤哥那样横着了，也假设你的身材跟阿汤哥很相似啊，毕竟我是没法亲自上门帮你量的嘛。另外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数据呢带入到公式里面，就可以算出来了。好，既然已经横着了，受力面积基本上就等于是胸部那儿的截面积了。当然，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算出来呢，误差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的头是圆的，肩膀也是圆的，他们受的力肯定是没有一整块平坦的截面积受的力大嘛。那我们就乘个系数 0.6 吧。好，来看阿汤哥的胸部截面积啊，我查了好几个网站啊，多数的结果是胸为44英寸，臂为16英寸。为了简便，我们直接把它们简化为一个大圆，旁边挂着2个小圆，希望阿汤哥不要介意啊。这样的话，截面积就很容易算出来了，0.126平方米，再乘上我们的系数 0.6， 就是0.0756平米，拿它乘以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风压，得出的结果就是 15.876公斤。这个就是此刻的大风作用在你身上的推力了。那么你能够徒手把自己紧紧地抓在飞机上吗？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表格啊，列出了正常的成年人握力的数据，你可以对照着看看。就算是再不济握力只得了1分内档，也照样是能够把自己 hold 在机身上的，甚至只用1只手就可以了啊！想到我也可以像阿汤哥那样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直浑身轻松啊！那我们能不能把难度再升级一下呢？这还只是躲开了螺旋桨挂在了机身上，要是我们直接就挂在螺旋桨正后方的机翼上，还能够再徒手抓住吗？为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时速210公里时 A400M 那直径 5.3 米的螺旋桨背后所吹出来的风速是多少了。这该怎么算啊？好在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式，发动机的推力等于流过推进系统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空气流速在出口与入口的差值。这就好办啦，因为我已经查到了 A400M 上面装着的 TP400 涡桨发动机，每台的推力是11000公斤，空气质量流量是 26.3 公斤每秒，而入口处的风速呢，恰好就是飞机的航速58米每秒了。那出口处的风速代入公式一算就得出来了，476米每秒。再套用之前的公式算一算，你在这里所要承受到的风的推力是1071公斤。好吧，我是没有任何希望了，不知道有没有勇者愿意一试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要是在上个世纪初期，你边看手机边低头穿过马路，最有可能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被汽车司机一铲子顺带捎回家，举杯共庆，双方都毫发无伤啊！是的，自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致人死亡的车祸在1896年发生之后呢，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们就一直致力于开发出对于车内乘客和马路行人都同时友好的安全组件了。它们叫做行人捕手，大概有以下3种版本，前2者显然比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要出现的早得多啊。第一个版本在1927年的柏林推出，与其说它是一个安全装置，不如说它是一个装在汽车前方的固定着的大吊床啊。虽然行人舒服了，但司机却委屈了，视线被遮挡不说，还被前面这个巨大的结构限制了机动性。那就来第2版呗，英国人说咱来试一试。这是一个平时收起来只在关键时刻弹开保你小命的装置，但是你看它竟然是手动操作的，那考驾照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考反应速度呢？这有命没命直接跟手速相关啊，还是不靠谱吗？好，时间来到了70年代，这次呢看起来好像终于是自动的了，但是这硬邦邦的东西就真不怕把骨头给撞折吗？仔细看了一下，它只是为了把人给兜在引擎盖上面的，避免遭受碾压的危险嘛。好吧，总之他们3个作为铲子都是合格的。
把飞机发动机装汽车上极其罕见，那么反过来把汽车发动机装飞机上也很罕见吗？一点都不罕见。实际上，人类飞上天空的第一架动力飞机里面装的就是一台汽车发动机。不过，既然之前都没有发明飞机，那显然莱特兄弟也没有现成的飞机发动机拿来用嘛。只是直到今天啊，汽车发动机还在兢兢业业地驱动着一些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虽然装着螺旋桨的飞机已经不再是当今天空中的主角了，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从小巧的单发塞斯纳400到可以载客数十人的双发庞巴迪大西8，再到跟阿汤哥一起搭戏的4发空客 A400M， 都无一例外装着的是螺旋桨。不过别看它们露在外面的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螺旋桨，但实际藏在里面的心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那么一部分用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汽车里面的发动机。当然它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活塞式发动机。而另一些藏在螺旋桨背后的呢，则是相对更加现代的涡轮式发动机。它们两者有何区别？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哪一个更高级呢？就让我们先从它们不同的工作方式来讲起吧。活塞式发动机又可以叫做往复式发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它靠把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来为螺旋桨提供动力的。它的工作方式跟汽车发动机的工作方式真的几乎就一模一样，也是依次排开几个气缸，在这些气缸当中，燃料和空气被混合、被压缩、被点燃，然后爆炸膨胀的气体推动活塞往里面运动，活塞又连着曲轴，于是曲轴就在活塞这样里里外外的往复运动下旋转了起来，最后把旋转的运动就传递到了连接着它的螺旋桨了。你看，连冲程都是一样的，也是4个：吸气、压缩、点火和排气。汽车跟它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通操作之后连着的是轮子而已。不对，还有区别，气缸的排列方式。相对于汽车发动机里面大多比较无聊的排成一列外，在飞机上气缸显得是有点放飞自我了。比如围成1圈，甚至2圈，一前一后交错开来，一共排下14个缸。所以 V8 算什么？看看人家这个圈14才够厉害啊！当然，我猜大家应该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啊，新型发动机。但是你知道吗？更奇葩的其实是它的上一代，虽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排列，但名字却叫做旋转式发动机。为什么叫做旋转式呢？这段视频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没错，它的气缸是跟着螺旋桨一起同步旋转的，恨不得把自己甩出去似的。所以由于越大的质量在旋转起来之后都会产生越大的离心力，为了不让自己分崩离析，旋转式发动机势必不能做得太大，也就势必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没有成为主流被我们熟悉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活塞式发动机也不光是有这样围成1圈的模样，也有排成一列的，比如著名的 P51野马头上装着的并列12缸 V 型梅林发动机了。只不过由于接不住迎面吹过来的风，它需要另外的水冷来降温，体积和重量上会比新型更大。但你应该也已经看出来了，这样它就不需要长出一个大头，会显得更加的流线一些。至于从审美角度来看嘛，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好了，以上大概就是活塞式发动机的介绍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涡轮式发动机。其实在这儿呢，把它说全一点，应该叫做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简称涡桨发动机。它的工作原理又跟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非常类似了，因为那个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看明白了没？就是把喷气式客机发动机前面的大风扇换成螺旋桨就可以了。我们依然来看看它的工作方式。跟之前的4冲程活塞循环相似啊，涡轮发动机产生推力的过程也可以分成4个阶段：进气、压缩、燃烧和喷气。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发生在发动机的不同部分的。首先，空气从发动机前面吸入，然后它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压缩机叶片，最终形成压缩空气被送进燃烧室。在这里，它们会跟喷出的燃料混合后点燃，形成快速膨胀的高温气体，从发动机尾部猛烈的喷出，并于此过程中被迫推动后面的涡轮叶片，连着涡轮叶片的轴，于是旋转了起来，并把这样的旋转往前传递，送给了压缩机，让这个吸气、压缩、燃烧、喷气的过程完美的循环了起来，也送给了螺旋桨，让螺旋桨旋转起来，推动飞机飞上了高空。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既然目的只是让螺旋桨旋转起来，那么为什么有的飞机装的是活塞式发动机，而有的飞机装的却是涡轮式发动机呢？让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说：可靠性、经济性和适用性。先来说可靠性。
这个涡轮式发动机简直占尽了优势。一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但却设计精良，并且使用的材料也是最顶级的；二是它的运动方式也够简单纯粹，基本上就是在以恒定的速度旋转而已。零件与零件之间的活动连接也比较少，所以摩擦力和震动都比较小，这就使得它的工作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更长，大修间隔期更长，非常适合一直都在飞的民用航空。但是，对了，凡事都有但是。由于它的集成化程度很高，所以在操作上的限制也就很多，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比较低，通常就必须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所以价格肯定是没有优势的。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虽然它很可靠，但免不了还是可能会出现故障，而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就非常麻烦了，需要有极高的专业度，并可能用上很多专用的工具。所以通常航空公司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还不如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吧。而活塞式发动机正好相反，由于零件众多，致使发生故障的概率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同时，在工作冲程的每一个阶段气缸内的压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加上活塞运动时不断产生的震动，都对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太友好。这就要求，要是你开的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的话，你最好也是个机修能手。不过幸好它修起来既简单也便宜。另外，就像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它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会更高。要不要选自动控制嘛，主要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掏这个钱了，因为它只是一个选配而已。说完了可靠性，我们再来看看价格。很显然，这个是活塞式的优势项目了，因为它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温和，对材料的要求不是那么高，而且其中很多零件甚至还是可以跨界使用的，所以整体价格自然就更实惠。涡轮式呢，相反，工作环境极端，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都极高，零件通用性不高，都把价格推了上去。另外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过的，涡轮式发动机还得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一起工作才行，这无意中又帮它增加了一部分售价。所以整体来看哪怕是驱动型号相近的飞机，装着涡轮发动机的那架呢，都会远贵于装着活塞式发动机的那架。这样说起来，装涡轮式发动机的那架是不是也更高级一些呢？也不一定也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是它们的适应性了。对于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没有太高要求的小型飞机来说，活塞式发动机是最好的选择。此时它具有非常优秀的燃油经济性。对了，活塞式由于工作特点的原因，在油门响应时间上会更快一些，所以一些特技表演机也会装上活塞式发动机的。那么中大型飞机肯定就是涡轮式发动机的天下了。它由于本身会压缩空气，所以可以飞上更高、空气更加稀薄的高空当中，因此遇到的空气阻力也更低，飞得也就更快了。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它俩为何同时存在？很简单因为舞台同时存在。所以最后我就祝大家在各自的舞台上尽情展现，早日喜提私人飞机。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就不会是另一个看似没有用的知识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突破声音的屏障一直是人类挑战的目标。从空中由 X15 创造的最快 6.72 倍于音速的记录，到陆地上的音速之风开出 2.63 倍的音速开始呢，马赫这个代表着几倍于音速的概念就如雷贯耳般的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为了速度与激情的代名词。当然，严格来说呢，前面两者算是做了一个弊，因为他们装的都是火箭发动机。你总不可能在一辆真正的汽车上装台火箭发动机吧？但是没关系同样的挑战，我们可以将它放到对内燃机的效率提升上来，比如热效率，也就是燃烧的燃料最终到底带来了多少的动力输出。号称公路火箭的东风风神全新 AX7 马赫版，高达 41.07% 的发动机热效率，再配合上国际大牌格特拉克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辆 SUV 驾驶起来是既野又乖。媲美 2.0T 的190匹马力300牛米扭矩的强劲动力下，居然只要 6.6 升的总和工况油耗，真是动力性与经济性兼顾。你们也看到价格了相当亲民，有没有？从 9.59 万到 12.99 万，包含2种版本4款车型，分别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版本和马赫动力 1.5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版本。那咱们就来盘一盘，看看它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首先，凭什么它能够叫公路火箭呢？当然是源于其搭载的马赫动力 1.5T 发动机所赋予的澎湃动力了。接着呢，绕车一圈，我只看到了一个字：美。风暴数字式格栅，风刃贯穿式尾灯，风舞之魂光学大灯，19寸疾风战斧轮毂，将设计语言暴力美学。
啊，错了，是风暴美学诠释的淋漓尽致，简直又潮又雅。我已经把持不住要拉开车门了。坐进驾驶舱，全液晶仪表和中控超清大屏都是12.3寸，加上璀璨星盘、氛围灯，有一种太空座舱的感觉。而且你还可以唱着歌上太空哦！雷士车载 KTV 搭配丹麦尊宝音响，让你时刻都能感受一场音乐盛宴。既然都说到车主了，那咱们得体验一下 AX7 马赫版那能够自动学习和匹配我们驾驶习惯的 i 驾区智能 ECU 了。它可以让车辆始终保持在最佳的使用状态。WendLink 6.0 智能车机系统让客户轻松控车。你好，风神，我在，我有点冷啊。温度已调高。哎呀，这车呢真是爱不释手啊！哎，你不来试试吗？榫卯结构，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不用一钉一铆就能让建筑物屹立千年不倒。尽管大飞机上的发动机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我们的榫卯结构却在其中举足轻重。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飞机发动机里面的榫卯结构。航天发动机比我们常见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常常被比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其输出功率十分惊人，小小的一台只有几吨重，却可以推动几十上百吨重的客机以接近音速来飞行。所以想都不用想啊，其内部结构一定十分复杂而精密，每一个零件之间的连接也肯定都是严丝合缝、固定紧密的咯。但你有没有在登机经过它的发动机时，意外听到过从里面传出来的哒哒哒哒的，有点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呢？就像是这段视频里面的一样。奇怪了，这声音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松动了吗？没错，就是它松动了。但是也别怕，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作为发动机里面的成立部件，这些风扇的叶片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牢牢地固定在发动机上面的，而是通过榫头卡在风扇盘的榫槽里面的。最妙的是，它卡的也不紧，榫头和榫槽之间留有间隙，所以当风扇慢慢转动起来时，在重力的作用下，每片叶片在接近12点钟位置时，都会向轴心方向滑过去。等快要转到6点钟位置时，又朝与轴心相反的方向滑了出去。于是风扇叶片就在这样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呢，它们之间的凸台就相互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如此这般清脆，或许还有一些瘆人的哒哒声了。这看起来还不如我电脑机箱里面的散热风扇来的牢靠，居然可以把我们带上云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好了，该到问为什么的环节了。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猜猜看为什么航空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要这样松垮垮的装在一起呢？5、4、3、2、1。好，下面呢就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了啊。首先，连接起风扇叶和风扇盘的榫卯结构叫做重塑型榫卯，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棵重树，即冷杉树的外观，呈现出一个有齿的 V 型。榫头和榫槽之间有着明显的空隙，可以方便榫头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滑动。当发动机开始工作之后呢，随着转速增加，离心力也开始增加，于是就将每一片风扇叶片往外拉，也使它们的榫头在各自的榫槽里面往外移动。那么每一片叶片的榫头往外移动的量都是一致的吗？不一定啊。由于在一个盘面上，每一片风扇叶片的对面都有另一片与之相对的叶片来平衡离心力。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左边这片叶片 A 上面被一个小石子刮了一下，稍微损失了一点点的质量，而与它对称的右边的叶片 B 则相当完美。这个时候，如果风扇快速旋转起来，两边的离心力会一致吗？不会。完美叶片 B 受到的离心力显然会比伤残叶片 A 受到的离心力更大一些，于是这样并不平衡的力就会把风扇盘面的重心拉离了它的中心，也就是拉离了旋转轴的位置，这时震动就开始产生了。而机械结构都怕震动，震着就把自己给震散架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工程师就设计出了这个神奇的重塑型榫卯。A 不是受伤变轻了吗？于是，在转起来之后，就多在榫槽里面往外滑动一些，而 B 则会自动少往外滑动一些。这样的话，两边的离心力又再次回到了平衡点上，震动也因此而减小了。所以，航空发动机的风扇叶片之所以要装得松松垮垮的，主要就是为了减少震动。你猜对了吗？
这跟我们的直觉是不是有点冲突啊？我们觉得非要夹得紧紧的才不会左摇右晃，谁知道反而是放松一些才能真正实现又紧又稳。所以工程师的工作啊，常常都是反直觉的。你有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反直觉但是却更好用的设计吗？一定要分享出来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